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啊。这个系列叫做什么呢？叫做教学海报系列。我认为呢，这种教学海报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形式，就是它可以用一张图像啊，给咱们很多信息。我们学习起来呢，从这一张图可能会记忆很多的东西，而且这种记忆会比较轻松啊，不像背文字或者是就是有一些甚至都不太理解的东西哈，那些记忆起来是很复杂的。但是呢，通过一张图像啊，那么很形象生动，我们可以很轻松的记住这个一些非常重要的这种知识点。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创立这么一个叫做教学海报系列的这个节目的宗旨。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下其中第一部分就是我们护理的口诀护理的口诀其实呢是为我们能够把一些比较复杂、比较内容丰富的东西呢浓缩以后呢，我们通过几个字或者几个短语就能够让我们非常深刻的理解，而且呢能够很好的去记忆这是我们护理口诀的一个优点啊。那么这个首先呢，我想呢，还是要开宗明义的跟大家讲我们如果要是为了参加这个 NCLEX 考试那么什么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什么是我们可以借助的力量，但是不是以它为依靠这个我想呢，我的观点那么认为，咱们通过这个考试最可靠的这个保证我们最可以依靠的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个知识的深刻理解，还有我们自己所建立的临床思维那么这两点是最重要的。那么一部分是我们对于知识的掌握另外一部分是由于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或者是我们在实习学习的过程中，通过实践慢慢培养出来的，慢慢在我们脑海里建立出来的一种临床思维的方式大家如果了解这个 NGN 的考试这个你就会理解什么叫做临床思维的这种考点实际上现在 NGN 它的特点在哪儿？就在于临床思维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相关的资料你建立了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临床思维途径那么你做这种 NGN 的题可以说势如破竹轻而易举不需要有任何负担，你不需要有任何反复的琢磨思考因为你这些思考其实在你日常的学习中已经自然的就建立起来了反而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总是死记硬背单纯的说是通过多做题、多做练习去记、去背，那样的话呢，做这种 NGN 的题就会比较困难就会比较犹豫因为你没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所以呢，这个呢，我想还是作为我最重要的跟大家传递的这么一个想法因为这也是我个人呢自己的经验我也非常愿意分享给大家。当然，我不排除有其他的同学或者其他的人有不同的见解，有不同这种观点我有另外的方法。我认为呢，多做题就行这个我也充分的表示理解那么在此呢，我仅仅是分享我个人的观点也希望呢能够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好，下面我们开始正题咱们先看第一个口诀。护理的第一个口诀，我们今天介绍的呢是补液的原则。首先说一下我们什么时候需要用这个补液的原则如果是一个正常人，什么事儿都没有说这个生命体征各方面都很正常，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不需要去补液那什么人需要？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出血性休克低血压这些，包括脱水是吧？这个术中的出血车祸外伤导致的出血这一类，
这是我们用到补液最常用的。当然，你说轻一点的呢，像持续的恶心呕吐啊，持续的腹泻呀，对吧？那么这些情况可能也都需要，我们通过补液啊，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来纠正它这种水电解质的平衡啊，这种失去了平衡啊，是一种紊乱状态，我们身体是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要迅速的恢复水和电解质的平衡状态啊，这就是我们补液。补液的过程呢，我们是有原则的啊，我们先看一下它补液的原则哈，叫做什么？先快后慢，先精后胶，先盐后糖，健尿补钾，精跳补钙。那么当然第5条主要是在小儿儿科可能用的更多一些。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讲，主要是前4条啊。下面呢，我们就来依次把这个4条、5条到底是什么含义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先快后慢啊？我们对待咱们就以一个出血性休克的病人为例啊。那么对于一个出血性休克的病人，他血压已经低了啊，这个心率可能一开始偏快，那么后来甚至连心率有可能都会偏慢啊。我们补液的速度啊，一定要先快后慢啊，你不能一直很慢。大家知道，我们补液的速度自然是有一个范围啊。那么这个范围呢，其实也并不一定说非常的说精确，说每分钟多少毫升到多少毫升啊，一般没有这么精确。但是呢，我们大的原则一定要掌握啊。对于出血性休克的病人，血压低啊，我们一定要补液速度先快一点啊。那么是为了什么呢？迅速恢复它的血容量。血容量恢复以后，它的血压就会很快的有所提升啊。那么如果我们输液速度太慢啊，你这个达不到让它这种血容量有一个迅速改善的这个状态啊，恨不得这边可能腹腔还在出着血，你这边补液速度还很慢，还跟不上它出血的速度，那你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这个呢，一开始一定要速度要快啊，让它的血容量先迅速改善，来提升血压。那么等稳定以后啊，比如说经过这个比较快的这种输液以后呢，患者的血压也回升了啊，心率呢也由比较快的速度慢慢降到正常速度了，这个就证明已经有效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输液速度呢就可以放慢啊，让它比较平缓的进入体内，来减轻我们心脏的负担啊。如果你一直很快的话，我们心脏的负担就会比较大了，对吧？然后我们看第2条，什么叫先精后胶啊？这个精指的什么？晶体溶液，胶指的什么？胶体溶液啊。什么是晶体溶液？我们一般说最常用的典型代表就是什么？各种电解质这种溶液，比如说氯化钠我们说生理盐水，对吧？0.9%的氯化钠溶液，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叫做乳酸钠磷铬式液这都基本上属于晶体溶液这一大类的。那么胶体溶液呢，主要是什么？我们常用的是一些大分子的这种溶液比如说右旋糖苷或者是白蛋白那么它们由于分子量比较大呢，叫做胶体溶液。两者的区别呢，主要在于什么？晶体溶液可以迅速的进入体内，发挥它这种等渗这个扩容这么一个作用。而胶体溶液呢，它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相对比较长的时间内，维持你体内的这种渗透压那么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这种胶体溶液非常有利于把组织间的液体吸回到这个血管里边，形成有效循环血量比如说我们输白蛋白输进去以后，由于白蛋白这种分子量比较大，它会把你组织间的这种水肿把这种水肿减轻，让这些组织间液呢进入到血管，形成有效循环血量。那么先晶体后胶体同样也是你晶体输的会很快，而且起效非常快对人体呢负担相对比较轻。而胶体溶液因为它分子量比较大，又会往组织间有这种就是说由于它的这种渗透压的作用把这个组织间液吸回到血管内，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呢，可能也会增加心脏的负荷所以呢，我们说呢，先晶体迅速改善它的这种循环不足的状态，然后呢再输胶体，
啊，那么起到一个稳定、持续的这么一个作用，维持它的血液循环啊。当然，这个胶体溶液大家要注意哈，不能一下子输的太多啊。同样呢，你也不能输的太快啊。那么因为它有这种增加血液循环，把你组织间的这种水都给你吸回到血管里，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加重它心脏的负担啊。这个是所以先精后胶的意思。我们再看第3点哈，先盐后糖。什么是先盐后糖啊？先输盐，就是举例是什么？就是生理盐水吧，是吧？生理盐水就是典型的盐啊。那么糖指的什么？主要是指的葡萄糖溶液啊，比如说我们常用的5%的葡萄糖溶液啊，这就属于糖。那么为什么要先盐后糖啊？一样也是啊，因为晶体溶液，尤其是这种盐啊，氯化钠、乳酸钠磷铬酰液哈，那么像这些呢，它以晶体为主，它可以维持这种渗透压哈等渗的状态，而且起效又比较快。那为什么后输糖？糖和盐相比，它可以提供能量，但是由于葡萄糖它会代谢的，在我们体内会代谢成水和二氧化碳，所以它一旦代谢了以后，它的这种等渗的这个作用就会消失啊，那么渗透压就会下降。所以这就是我们主要用的是它啊。第一啊，一开始维持一个等渗呢，不会导致我们渗透压改变，同时呢，它还有提供能量的作用，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点。我们同样在这种比较急的时候，先要用盐来扩充容量，迅速的改善循环，那么后边再加入这些能量的因素哈，维持它的这种能量代谢啊。你不要上来先输糖，上来先输糖，由于有可能它这个糖慢慢就代谢掉了啊，它的这种渗透压维持不住的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盐后糖。那么第4个叫健尿补钾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为什么健尿才能补钾啊？那么在很多的病人，你如果没见到患者有尿出来啊，不管你是患者自己排尿也好，还是你有保留导尿哈，根据这个尿袋里的尿来判断他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尿啊。那么在休克的病人，其实很多时候由于他血压比较低，是吧？他的肾灌注不足，所以他尿很少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直接补钾的话，会造成什么一种风险啊？就是说可能由于这个钾离子输进去，但是呢，钾离子输进去以后没有经过肾的代谢排出来，导致一个高钾血症啊。那么怎么才能安全？一定是肾功能恢复了，有了尿了，是吧？因为咱们的尿这种肾功能是有排钾的作用啊。这个时候你输含钾的溶液呢，就会比较安全，因为它钾有了出口，对吧？高钾血症啊，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导致心跳骤停啊，那是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风险啊。所以呢，我们这一点也特别要注意。补液过程中因为病人可能一开始血压低，肾功能这叫做肾前性的肾功能不全啊，他的尿很少或者甚至没有尿，你这个时候直接补钾这是很危险的啊，一定要先补液啊，补一些晶体溶液、生理盐水啊，慢慢血压上来了，心率下来了，尿也出来了，再开始补钾。最后一个经跳补钙主要对于小孩小孩呢，因为他有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对这种低血钙的这种情况有一些很明显的症状啊，就惊跳啊，就指的这种什么肌张力比较高，突然一下子就抽一下这种，见到这个就要考虑是不是有低血钙啊，低钙血症。那么见到这种情况的小孩，我们要适当的给予补充钙，一般用的是葡萄糖酸钙啊。好，那今天呢，有关这个补液的原则，我们就讲到这儿。这个口诀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先快后慢，先精后胶，先盐后糖，健尿补钾，精跳补钙。好，谢谢各位。